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他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这个最吊诡的地方就是说，他把台湾跟中华民国两个分开了，所以独派今天变成说台湾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2758号决议它历史背景是中国代表权的争夺战，所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呢，还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我觉得美国在大选以后是反对台独啦，另外一方面他也跟中国大陆唱一个反调。潘基武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认为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无法受理任何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括号台湾者加入。这个就是民进党缺乏远见了。在从事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不要逼他表态，你越逼他表态他形成的国际实践越多，以后在国际处理有关台湾的中华民国法律地位的部分，他就累积更多的事证。所以海委会还是管一点海洋吧，你不要在这边闹了，这个对台湾只有害没有利了。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是美国在台协会 AIT 他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没有决定台湾的地位这个是很奇怪，为什么？因为最近诺鲁断交因为诺鲁在这里面强调说这是主权的决定有提到说因为2758号决议文的关系，所以呢他决定来跟中国来建交，这是他其中一个理由之一其实独派在海外就一直在说2758，这个说法是独派传统的说法了，已经很久了啦。那这个是最吊诡的地方，就是说他把台湾跟中华民国两个分开了。对，所以独派今天变成说台湾是台湾，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对，他不能把它绑在一起。对啊，不能绑在一起。那你说台湾跟中华民国分开的话，你这个逻辑就可以成立，你知道？那问题呢？那你要问一下蔡英文为什么每年要庆祝在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呢？对不对？还把它强加成台湾 National Day。那请问一下赖清德，他今天敢说我当的不是中华民国总统，我当的是台湾总统吗？对不对？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你就改成台湾总统就职日，你看你做不做嘛？所以问题就变成台湾跟中华民国是什么关系？如果有关系的话，那2758号决议就把台湾的问题也解决了。如果说没有关系的话，那就是没有解决。因为这个2758号决议它历史背景是中国代表权的争夺战。对，所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呢，还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对。那为什么美国这一次会特别把诺鲁给挑出来？因为我看诺鲁讲的也没有很过分他说基于一中原则和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正式与中华民国断交，这不是很常见的一种说法。我觉得美国在台湾问题，就是说大选以后这个台湾问题的立场它基本上是同意独派反对台独啦。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完全站在中国大陆那边，所以他是两面手法。所以反对台湾独立的话，那事实上中国大陆说，哎呀不错，美国终于听我的，被我收编了，对不对？对，他又不愿意扮演这个角色，跟中国大陆唱一个反调。所以呢，我觉得这是美国现在的两面手法啦。那2758问题，我不晓得是记者提出来的呢，还是罗森伯格自己主动答的。我认为他不太会主动答这些问题对，因为这个的问题的话，基本上还好，他有美国政府的这个所谓的国会的一个议案一个法案做他立论的根据啦。那要不然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就美国来碰是相当敏感的。对，因为我看罗森伯格基本上不是官员啦。对，他只代表他所属的人民团体 AIT 的意见。那这个 Rosenberg 他还有提到，就是说2758号决议文没有决定台湾地位，并没有排除任何国家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排除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体系。那他表示呢，美方看到这个内容是非常失望的因为2758被曲解并且成为对台湾施压的工具，不但限制了台湾在国际上的发声，也冲击台湾跟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那这个事情其实他这样讲嘛，那我看到管碧玲跳出来，其实我不太懂为什么是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跳出来这不是外交部长的工作吗？吴钊燮嘞，不是可能还在震怒中就海委会太闲了嘛，没事干那海委会主委管碧玲呢？他说，2007年时候，台湾透过诺鲁表达想参与联合国，当时诺鲁不认为2758号决议毁灭台湾主权，今天却重拾潘基文错误，着实今非，令人叹息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呢，他其实提到一个状况，就是说
这个潘基文在2007年3月的时候，台湾有透过诺鲁转达说，希望加入消除对妇女一切歧视公约那就简称妇女公约啦那这件事情呢，当时潘基文的回文就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认为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无法受理任何代表名称为中华民国（台湾）者加入这个基本上就是民进党缺乏远见了。他越是去跟联合国去挑战联合国就形成越多的实践。所以我们以前在搞国际组织的时候，我们就说，基本上你不要逼他表态，逼他表态出来就是潘基文的这个态度。潘基文可不是普通人他不是像你这个罗森伯格是民间团体潘基文是联合国的秘书长，对，代表联合国对2758号这个决议案的一个解释官方态度。对，他基本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这是联合国秘书长解释，就代表联合国啦。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在从事联合国工作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长官就好，你不要逼他表态，你越逼他表态他形成的国际实践越多以后在国际处理这个有关台湾的中华民国法律地位的部分他就累积更多的事证。所以海委会还是管一点海洋吧，你不要在这边闹了这个对台湾只有害没有利啦。但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事证，他说07年的时候，因为当时不是有个陆联公投嘛，对不对？那是阿扁提的然后一样被联合国秘书处在7月23号退回当时有记者就跑去问潘基文说你为什么要把它退回？他说因为联大就是2758号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一次讲得更清楚他直接告诉你说，唯一合法代表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就是2758号决议的内容。我不是我们要灭自己威风啦，但是这被他的解释就这种方式来解释对，他里面本来也没有讲这么多而且你逼着他去继续解释解释都是对你不利的所以何必做这种傻事呢？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变成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紧身窟了。你越去挣扎，它锁得越紧。对，你要想办法，这个东西是这个是要用智慧跟知识的。然后后来管碧玲他又继续写，他说可是呢，后来美国在当时同年8月的时候，就要求这个向联合国秘书处发了9点声明但是是向联合国副秘书长发了9点声明表达美国拒绝接受联合国要求各世界组织承认，无论从哪一点看，台湾哪一点看好，那这个好像不是潘基文讲的，但他也只发给副秘书长，奇怪，为什么不发给秘书长那日本、加拿大、丹麦、荷兰、西班牙都批评潘基文说错话，然后这个是管碧玲讲的，他说潘基文后来也向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处承认联合国秘书处不当诠释2758号决议，并保证联合国不再犯同样的错误。然后他顺便还批评了2020年当时的世卫的秘书长谭德赛再次扭曲2758号决议我们还有反击那美国要求联合国道歉的原因是什么？美国事实上的话，他认为有一些解释他不太接受嘛。美国只是他认知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嘛，他 acknowledge 嘛，他不是 recognize 嘛。那你联合国是什么？联合国是国家的整体，所有世界主权国家的一个集体意志。那所以联合国的表态就变成所有国家集体意志。那就美国来讲的话，美国说我只怎么样 acknowledge 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嘛。那所以跟他的立场不太一样所以他就表示异议他也没有说错在哪里日本有说错在哪里吗？他也不敢说。我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当时这样的交锋，但是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因为后来谭德赛隔了那么多年，还是一样用一样的说法跟一样的角度。然后美国那个时候要求联合国秘书处道歉，是说无论从哪一点看，台湾都是美国不可分的一部分，他拒绝接受联合国要求世界各组织承认。但其实潘基文说那个时候他也没有要求世界各组织承认，他只回答你的问题而已。对他是回答问题。他回答说我为什么不能接受你的申请书，很简单，因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一部分，而这个中国现在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我是觉得要去玩台湾的国际法地位基本上一定对两岸带来很大的冲击对，这个是蛮敏感的一块。因为事实上你要在联合国，第一个你联合国是一个集体承认的地方，所以我们叫外交承认通常是双边的外交承认，我把你一个国家搞定，你给我 recognition 就好了，所谓的
de jure diplomatic recognition， 说法律的承认，外交法律承认啊。那这个你就搞定了。可是联合国它基本上，它如果认定你的地位的话，就是 collective recognition， 就是集体的对你的地位的承认，对你的这一个法律地位，在国际法的地位的承认，所以它的影响力最大。所以双边比较容易，多边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啊。那问题就变成就是说，独派一直想要去突破在联合国上面，你知道？其实当时在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李登辉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外交部李登辉他也说我们来推动参与联合国，重新参与联合国。对，本来说是加入，后来变成参与。你知道为什么变参与？你加不了，因为联合国讲国际法的加入叫 accession 就是申请成为会员。Participation 就是你可以参与他的活动，不一定要有那个 legal status， 有那个法律的地位。你要有法律地位的话，联合国只接受主权国家作为他的会员，对不对？那如果你变成你主权国家，那你要用中华民国还是用台湾，对不对？你用台湾的话，从某种角度上，你就是正式对国际社会在法律上宣布台湾独立。那可是一种是 independent through backdoor， 就是你走后门去，而不是修改宪法。国际都承认我们台湾了，所以我们是个国家。所以其实玩联合国这个基本上其实就是统独在就是一个独派的一个另外一种达成台湾独立法律上台湾独立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是很敏感的。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问题就变成以前在外交部讨论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前副反对，你知道为什么？他说两岸关系的位阶大于外交关系。另外市长说，我们推动的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两个中国政策。你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以一个中国为指向性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哇，这个有点在打乒乓球咯。对啊，他当时是这样讲，因为当时这位次长也算蛮懂玩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对，基本上啦，就是说当年的外交官国际法的功力都很强，所以他等于是跟前副部长两个是不同概念的，一个理论上的一个争论嘛，对，理论上的争论嘛。那他说我是以一个中国为指向的阶段性的两个中国政策。OK， 他认为两个这个中国，一个中华人民，一个中华人民，我没有放弃最后的统一，可是我现在呢就要接受这个事实。对，但从这件事情往后延伸，就可以看到一个问题是说，当我们把小两岸关系跟大两岸关系绑定的时候，等于我们是对自己宪法的一种打压或者是降解。因为小两岸当然就是指台海两岸嘛，台湾跟中国大陆；大两岸就是指中美嘛。因为两岸关系就是一个就是对我们自己宪法内部的一个规范的一个问题。对，那大两岸关系是一个整个国际局势，这不在我们的宪法里面，但是完全要靠主事者对于整个这个形势的判断。对，可是当你说小两岸关系是完全附从于大两岸关系的时候，等于说你自己对自己的宪法内部所规定的事务，你等于是放弃了你的主张跟权利，你就完全把它交托给中美博弈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今天放弃小两岸关系的主动性，然后依托于大两岸关系，事实上它是一种台独思想。对啊，一向是这样啊，就希望，而且台独很希望美中打起来啊。对，所以这美国人也知道，因为台独派在美国有些讲法讲得太清楚了。对，发怕美国跟中国关系一坏，他台湾独立机会就来了。对，这个是独派常常在美国，尤其像发帕，他们最喜欢讲这个。对，所以美国就讲了一句话，说只能狗咬尾巴，尾巴不能咬狗。对啊，你们想玩美国没那么简单啊，你只能被我玩，不能你来玩我啊。很多人去批评老讲的汉贼不两立，汉贼不两立就是说一个中国坚持到底，你大陆坚持，我台湾更坚持，我在台湾也搞一个中国，对。当时美国派了副国务卿来跟老蒋搞两个中国，搞两个中国是什么方案呢？就是说台湾作为一个普通会员，对，那中华民国做普通，中华人民共和国做安理会的这个常任理事国，对，就中国有两个席位，两个中国方案。老蒋跟美国人讲说，我不出去，毛泽东是不会进来的，你们不要想的那么简单的，这一点没错。共产党他们那边的话，中国大陆他不把
不把中华民国赶出这个联合国，他自己不会进来的。中国在联合国只能有一个，对他也不会进来，只能写 China。所以老讲说，你要我承认了，我在历史上永远搞2个中国，搞国家分裂，永久分裂，这个罪名就放在老蒋头上了。他说你也行不通，我干嘛要答应你？所以老蒋是很务实的。